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2月11日，今天有20多度啊，就感觉太热了，冬天一下子就变成夏天的感觉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是回答网友一些问题。我前2天呢发布了一个是关于我重仓比特币相关内容的这个股票，另外一个视频呢就是我说了啊，就是对于比特币会涨到15万美元的一个分析。那么有一些网友啊，我的一些观众呢，就给我发了邮件啊，主要呢就是有几个问题。首先呢，比如说投资比特币相关类的股票，比如说像 MSTR 和这个 Coinbase 啊，这些有什么样的区别？选哪个比较好？希望我谈一下我的看法。还有呢，就比如说还是希望啊，就是我讲一讲比特币啊，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是熊市的到来，比特币将下跌到3万、2万啊，甚至更低。为什么我认为就比特币会涨到15万美元啊？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能够说服人的一个逻辑，对吧？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还是尽我的能力来回答一下。首先呢，就是我要说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发了这2个视频的关系呢，就有一些数字平台的公司给我发一些广告的邀请啊。那么我这个频道呢，其实主要是自己做了网上的分享啊，没有想过要做广告啊或者盈利啊什么的，所以我也感谢大家的好意啊，但是我并不想去做这些广告啊，所以以后大家也可以不用给我发这些邀请了啊，我就感谢大家啊，我也就不一一回复了啊。好吧，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啊。首先呢，就是在我认为呢，比特币的时代啊，就现在2026年这个时代和过去的这个时代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为什么我认为它会有打破什么4年周期的这种传统啊？在我看来呢，就是现在的时代是一个美国介入的时代，在过去的时代呢，它是没有美国介入的一个时代，这有2个本质的区别。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比特币这个数量更多的是放在一些什么传统的以前的那些挖矿的大佬啊，或者说比特币早期的一些受益人或者一些平台上啊。那么如果市场上要有一个牛市，那么需要这些人达成一个共识，或这些人能够创造牛市啊。美国啊，它拥有的比特币数量并没有那么多啊，它创造不了牛市。那么其实我想说的是啊，就美国特设了好几个关于比特币就传统的那些什么大佬啊，就如果说没有美国的特色，或者说他们之间达成一些什么协议，那这些人都要坐牢啊，就别说比特币的问题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跟过去有根本的区别。当然了，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时代啊。就过去的话语权正在被慢慢的，可以说是在打破啊。因为美国现在要创造，比如说牛市或什么，那有华尔街，对吧？他们要主导，像什么贝莱德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人。但是过去传统的那些大佬们呢，啊，他们又不愿意，对吧？那当然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怎么来对市场进行分配，或者说大家有没有达成一致的一个问题。但总的方向呢，我认为是在向美国越来越主导比特币的这个东西呢在发展啊。那我刚才说的东西呢，可能比较抽象啊，就
可能你也听不明白我讲的什么东西啊。那我就讲的具体一点，讲的就是大家能够听得懂一点。就比如说，在过去我是不会去买比特币的啊，为什么呢？除非我自己去，比如说我自己去挖2个什么比特币出来，但你要我花真金白银去买比特币，去进行这种投资，我是不会的啊。为什么？因为那些平台它没有任何的保障。就比如说你不管说什么这个数字平台还是那个数字平台，我对这些平台我是没有信任感的啊，就我不会在里面投钱，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保障。就它突然不把钱给我了，或者说突然倒闭了，或者说突然在平台里面做一些手脚，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啊。有些人肯定会说啊，你有多少钱，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吧？什么什么啊，这个不是多少钱不多少钱的问题，这是一个风险意识的问题。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所以呢，就是我不会在那些没有背景啊，就是没有比如说国家认可的背景这种下面去做这种投资啊，因为这是一种灰色的投资啊。这个是就是过去，但现在啊，就我一个都不是什么币圈啊，也不是什么搞这些的人，对吧？就为什么我会去投资比特币相关的一些股票呢？就是因为啊，现在就由美国介入以后，由这个华尔街啊，他们比如说有这个 ETF 啊，或者说美国有这个认可的这个平台，像 Coinbase 啊，或者说啊有很多相关的股票，它参与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可以投资相关的股票，对吧？因为这个是安全的，这个不会影响到，就算那个平台突然倒闭了，但是这些股票不会突然消失的啊。这个它是有监管的啊，不一样的，对吧？有法律保护的，这个呢是本质的区别。那么过去也是一样的，就过去这个时代，在没有监管的时代，在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虽然也有很多就是投资者，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那种叫什么币啊，就除了比特币，还有很多那种什么山寨币，对吧？啊，这个名字很奇怪啊，但是他们就这么称呼的啊，山寨币。就是说，除了比特币，其他这些币，现在看下来，多多少少都没有什么价值啊，就和垃圾一样，就把钱给骗走了，对吧？然后你接下来你买了这个投资，你也得不到什么回报，啊，可以说像骗局一样啊。那么，当然了，就是这是没有监管的问题，所以说很多人，比如说什么家族基金啊，就是那种庞大的有钱，我们可以说很多都有钱人吧，就这么说啊。很多有钱人，他是不会去投资这个东西的啊。那么这些东西主要过去呢，收割了很多，就普通人的财富啊。就比如说想一夜暴富的，没有什么投资的意识的人啊。当然了，就是他们会给这个东西做很多背书，对吧？说啊，这是一个什么，说一个什么无中心化、去中心化，反正各种各样的逻辑啊。这个就不去讲了啊，我们讲到后面。讲后面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现在有钱的人，或者说什么家族信托啊、基金啊，或者一大堆可以投资的人啊，他们也觉得呢要参与进来。那么这个就必须要有监管，对吧？不然的话，那些人他们不敢参与进来啊。就那些人的钱，他不会投到一个平台上，然后这个平台上突然就倒闭了，或者说没有了，因为这些平台是私有的，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些平台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些人是不敢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由美国主导的啊，那么这个比特币呢，逐渐的会在美国合法化啊，就正规化，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会投资进来。那么这个呢，就是和过去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至于过去的传统的比特币的势力还能不能坚守呢？啊，我觉得很难。就是美国的政治上啊，然后它还有执法的手段啊，还有反正各种各样的手段嘛，就其他那些就是没有办法啊，那只能慢慢的就是
逐渐失去影响力啊，逐渐就是最后由华尔街，由这些美国的公司、美国的这些投资的大佬们啊，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啊。那么当然了，就是能不能就是还继续有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辉煌呢，对吧？因为大家就其实很担心啊，什么共识没有了啊，去中心化没有了，那比特币在华尔街的时代，在美国的时代，会不会继续的辉煌下去呢？这个就要看美国它会不会啊提出一些相关的法案，对吧？比如说比特币真正的成为一个美国的战略储备的资产，对吧？当然，现在美国在逐渐在这方面在立法，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啊。好吧，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的我觉得一个情况啊。那么我再讲一讲，就是这几个股票吧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传统的这个比特币的时代已经慢慢的在结束了。那么比特币的市值呢，其实之前也是涨到了12万美元啊，那现在呢，在7万美元附近啊。那么这个价格，其实你说再往上涨到10倍啊，比如说60万美元，或者说70万美元，或者说100万美元一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概率是很低的，比如说可能只有几% 的概率或10%的概率，对吧？所以呢，这些资产，你让我直接去买一个比特币啊，我还是不会买的啊，因为我说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一个什么忠诚的信仰者啊，我不信这些东西。那么有很多衍生品，对吧？比如说啊，稳一点的，像 ETF 基金，跟随着比特币的价格涨跌，它也涨跌。那么激进一点的啊，有什么2倍的，就带杠杆的基金，对吧？还有就是一些相关的股票啊。那么这些股票呢，就会不一样了啊。比如说像 MSTR 呢，他买比特币，他买了比特币以后呢，他就再发股票啊，或者说他借债啊，他再去买更多的比特币。总之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带杠杆的啊，跟踪比特币价格的一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华尔街是热炒的啊，包括很多人也是很看好的，因为呢，就是有很多投资公司呢，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去买比特币的啊，由于合规上的一些要求，就它的资金不能去买这个东西，但是它可以投资这个公司，对吧？啊，因为投资这个美股上市公司这个是合规的啊，所以呢，它被看好，就大家想去，觉得比特币牛市要来了，那么很多人就会去买啊，这个股票，就是我说的是这个大的投资者啊。那么这个公司呢，就是如果我们个人投资者要参与呢，就是就是说你只看好比特币这一个东西，对吧？就你觉得未来的牛市，比特币上涨了，那么你觉得只是看好这个比特币的啊，比特币比如说翻1倍，从比如说现在的7万涨到14万、15万美元，那么这个公司的股票可能翻2倍到3倍啊。那比特币如果涨2倍，对吧？比如说涨到21万美元，那么这个公司的股票可能涨5倍、涨8倍啊，都有可能。涨到1000美元都有可能，对吧？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我对它分析的一个特性啊。那么当然，如果比特币下跌了，跌到很低的时候，那么它的风险也很高啊，因为它公司大量的就是购买了很多比特币啊。那么同样，我们再讲另外一家公司，比如说像 Coinbase 啊 ，Coinbase 呢是比特币的一个也不是比特币，就数字货币的一个合规的一个平台，就是受美国政府认可的啊。那么这个就不光是比特币，就不管是比特币上涨，它也会涨啊。但是它的这个杠杆性能呢，它没有像前面那个 MSTR 那么高。
就比特币可能涨1倍啊，它可能涨1.5倍，或涨2倍啊，最多这样子了。但是如果随着比特币上涨的更高，比如比特币涨了3倍，它可能最多也就涨个4倍，它不会涨到什么8倍、10倍这样，它不会像前面的公司那么有爆发力。但是呢，如果说这不光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牛市，是一个整个数字货币的一个牛市啊，就比特币比如说上涨了，然后什么以太坊又上涨了，又什么那个 XRP 啊又上涨了，然后又是什么狗狗币又上涨了啊，反正就是像过去的那种牛市，全民好像都疯狂的去追逐发币，搞新的这种，那这个平台它就会暴涨啊，就是这个股票，就 Coinbase 这个股票，它就会暴涨，它涨起来的幅度啊就不低于那个前面那个 MST 啊，所以这是两者的啊。那么过去呢，比如说比特币现在先上涨，上涨完以后呢，一堆什么那种什么狗狗币啊什么跟在后面上涨，对吧？就像那个股票市场，先是龙头股票涨啊，就是那些最大的股票涨，涨完以后那些小的股票开始后面跟着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略有区别的，对吧？就像如果是 MSTR 这个股票，有可能在比特币的牛市，那么 MSTR 的股票先跟着比特币上涨个几倍，然后比特币慢慢的停在那里不涨了，那么这个 MSTR 不涨了，接下来啊百花齐放，也有一些什么小的币啊这种币啊去涨，那么这个 Coinbase 可能在后续啊进行发力，再继续上涨，对吧？那么其他的呢，还有一些概念股啊，比如说像那个PayPal 啊，还有就是像那个XYZ 啊，就 Block 啊 Block。那么这两个股票呢，其实都是传统的支付行业的这个股票啊，但是我认为呢，它也有一些，它现在也是加入了就是数字货币的概念啊。首先，他们是从工具上的啊，其实说白了呢，还是一个渠道问题和信任机制的问题啊。就传统的，比如说那些你要去买一个比特币，或者你要投资个什么东西呢，对吧？你要么就去买这个股票，比如说 MST 啊，或者说 Coinbase 这种股票，对吧？或者说你去买一个比特币啊，你就要到一个平台上去开个账户或什么东西的。那这是过去的一些渠道。那么这些渠道呢，就有什么问题？那比特币一个好贵，是吧？你比如说它，几万美元一个啊，甚至过去高的时候10万美元一个。那么大部分的人，他没有多少钱，比如普通人，对吧？口袋里小青年啊，年纪轻的人，或者说没有多少存款的人，他不是专门做投资的，他就是有点闲钱，他也想买。但是呢，你要是在美股啊去买啊那些100美元、200美元的股票，包括你要去买比特币，这个都太贵了。那怎么办呢？你像 PayPal 啊，你像这个 XYZ 就 Block 对吧？啊，他们一个有这个 Cash APP 啊，就 Block 有一个 Cash APP， 一个呢就像那个 PayPal 它有一个 Venmo 啊，它也是一个 APP， 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阿里配啊、支付宝啊这种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像钱包一样的，对吧？支付工具。然后呢，里面有一些零钱啊，他们也可以去通过这个零钱去投资一下，对吧？里面也有一些币给你买。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量大，对吧？因为人数多啊，那么这个买点那个买点，他赚一些手续费啊，或者他在搞一些什么借贷啊，反正就是这种金融的一些玩法。那么这些股票呢，他们呢也是的啊，就是说，他们其实自身是有自己的支付行业的，对吧？有自己支付的生意的。但是呢，一旦就是数字这个货币的热潮又来了，牛市又来了，那么对他们来讲呢，就是这是他们能够得到增长的一块的啊。就这些股票，我的看法是，一旦牛市来了，那么他们也会跟着暴涨啊。当然不一定会像前面那些那么极端，翻个这么多倍，什么5倍、10倍，对吧？但它这种翻个2、3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它会有一些等于对它原有的业务来讲是一个新的增长，而且它和这个数字货币的业务结合的也是非常合理的啊，也是能够落地的。
其他的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那边，空谈，对吧？有些我觉得跟数字货币其实没有什么相大关系的啊，但是他们也去挂个概念，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什么发电的卖什么东西的，对吧？他说这个因为比特币需要电啊，所以我这个发电相关的我就能够赚到钱，也是一个什么概念，对吧？这个就有点太牵强了啊。或者比如说过去说啊什么挖矿的显卡，对吧？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啊，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挖矿嘛，他们挖这个比特币需要那个算力啊，就是这个显卡也是一直在上涨啊，导致就是这些显卡公司很赚钱，对吧？所以呢，这些啊都是就是不同的股票啊，对于这个比特币，对于数字货币呢，它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如果投资呢，其实当然这不是投资建议啊，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分析啊。那如果我保守一点，我会投资什么像 PayPal 啊，像 Block 这种股票，对吧？因为这些股票呢，它有真实非常就是自己就有很牛逼的业务存在着的。你像 PayPal 这种，它现在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呢，这些公司呢，就是买在那里啊，它不会再怎么样的去下跌啊。当然，上涨的这个力度肯定不如其他的那些，对吧？那么激进一点的啊，那么你就可以去买什么 Coinbase 啊，买这个MSTR， 对吧？甚至是这个 Robinhood 啊，Robinhood 也是个平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就是股票啊和这个比特币相结合的啊，它跟那个又不一样啊，它跟那个它跟那个 Coinbase 又不一样啊。Coinbase 的话，它是只做比特币的一个平台，对吧？你这个只做那个数字货币的一个平台。你像这个 Robinhood， 就是说它又结合传统的啊，你可以投资股票，又可以结合就是你可以投资这个数字货币啊，所以它是一个新生代和这个过去传统时代相结合的啊这样的一个产物啊。那么过去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炒作，对吧？但是我觉得它就在这一轮啊，如果真的牛市又来了，Robinhood还能不能起来，翻很多倍，对吧？这个要看啊。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有潜力的，很有潜力的啊。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啊，我对这个回答网友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想法啊，也可以跟我讨论，谢谢。